儿子说保姆是个坏人，劝父母辞退了这个女人。妈妈有点犹豫，爸爸却说：儿子，可不能乱怀疑人呀。你这位王阿姨人很好的，还没看出来吧？你小时候也是她在咱家当保姆。有一次我和你妈都没在家，你饿了不认奶瓶，哭得厉害，她就直接给你吃自己的奶。要知道那时候人家可还是个没结婚的大姑娘呢。你说说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呀？儿子听完眉头一皱，爸，我就是因为认出来她是我小时候的保姆，所以才断定她不是好人的。记得有一回也是你们不在家，她可能是嫌我哭得心烦，就用手按在我身上，差点没把我憋死。这时候妈妈开始害怕了。真的吗，儿子？那你怎么从来没说过呀？他说什么说？这话我不信。小王在咱家那会儿，他不足1周岁，还不记事儿呢，估计是做梦了吧，臭小子。一家3口正在争论，保姆王妙买菜回来了。田哥，张姐，我回来了，一会儿就能开饭了啊。田度，阿姨买了你最爱吃的鳕鱼，今晚上给你做个清蒸鳕鱼吃吃。说完便转身到厨房忙活去了。这一家3口沉默了一会儿，二宝妹妹睡醒了，哇哇的哭。妈妈赶忙给孩子喂奶。这位妈妈名叫张宝芳，爸爸叫田芒，儿子田度正在读大学，这是放暑假刚回家。二宝女儿出生3个月了，小名叫月月。月月满月之后，田芒就到家政公司去找保姆。怎么那么巧，刚好就碰上了曾经照顾过儿子田度的保姆王妙。时隔将近20年，王妙再度成为了他们家的保姆。可现在王妙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家3口正因为儿子田度的一段记忆分成了3派。田度主张赶快辞退王妙，因为他印象深刻，曾经差点死在这个女人的手上。爸爸田芒非常反对，因为他始终觉得王妙是个好人，心地善良，而且田度所说的差点被掐死的事情是1周岁之前的记忆，根本不用当回事。妈妈张宝芳则是犹豫不定，她觉得儿子不会说谎，这情况关乎到女儿月月的安危。如果王妙真是那种人的话，甚至于全家的安全都成问题呢。可另一方面，她也很相信丈夫田芒的判断，因为结婚20多年来，田芒在任何事上都没出过错，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处理家里家外的事情都很得当，所以他就没主意了。田度一看爸爸是那个态度，妈妈又是这种想法，他眉头一皱，拍了拍脑门，有办法了。爸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赌这王阿姨肯定有问题，没准还会害妹妹。田度到电子城买来了几个微型摄像头，谁也没告诉，偷偷把家里每个角落都给布置安装上了。几天过去，没发现保姆王妙有问题，却看到了他爸妈的一个秘密，令田度脸红心跳，很是尴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天保姆王妙又去买菜了，田度坐在自己的房间看书，看着看着，他就下意识的又打开了手机，结果一看傻眼了。婴儿房里，妈妈正在给妹妹喂奶，爸爸坐在窗沿上玩手机。过了一会儿，妹妹好像是睡着了，妈妈把女儿轻轻放在床上之后，并没有把上衣扣好，而是用手轻轻拍了爸爸一下。田芒心领神会，扭过头俯下身便开始吸吮了起来。田度看到这一幕，既惊讶又尴尬，脸腾就红了。还好身边没人，他赶紧关掉手机，捧起了刚才那本书。又过了些天，田度该返校了，始终没有发现保姆王妙有任何问题，但田度还是不放心，嘱咐妈妈说：妈，我开学走了，爸爸不相信我的话，但是你一定要多留神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要及时让爸爸帮忙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张宝芳听完认真点了点头，儿子，妈会小心的，你多注意身体，不要总是心思太重，家里还有你爸爸呢，放心吧。田度回到学校之后，偶尔还是会打开手机看看监控，不过依然是一切正常，没有事情发生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
张宝芳给女儿喂奶，可能是因为奶水太足了，一不留神小月月被呛到了，奶水从口腔进入鼻腔以及气管，孩子剧烈咳嗽，很快面色发紫，出现窒息的症状。张宝芳慌了，虽然这是他第2个孩子，可以前儿子田度小时候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所以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正在一旁看手机的丈夫田芒也是不知所措，但他还比较冷静，大声喊道：小王，你快来看看，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？王妙在厨房听到喊声，扔下菜刀便跑了过来。他看了看小月月的样子之后，边接过孩子边说：这是呛奶了，我马上急救。然后用左手托着，将小月月俯卧姿势放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右手拍打按摩孩子的后背。田芒和张宝芳在一旁都瞪大眼睛看着，就见孩子很快吐了几口奶，然后慢慢的有了呼吸，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。夫妻俩这才长出一口气。哎呀，小王啊，幸亏有你在，要不然孩子还真是危险呢。王妙微微一笑，这没什么，孩子只是呛奶，不过确实挺危险的，你们应该早点掌握这些基本知识，这叫海姆立克急救法。说到这儿，王妙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低下头皱皱眉，然后又抬起头来接着说：田哥，张姐，其实要说应该怪我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说，要是当时告诉你们的话，你们早就学会这个急救办法了。原来呀，王妙当年第一次在他们家当保姆的时候，有一天田芒和张宝芳都没在家，王妙上个厕所的功夫回来，便看到小田度呼吸困难，小脸憋得通红。幸好王妙的母亲是一位护士，曾经教过他一些急救知识，当时也是用这种办法抢救小田度，从喉咙里吐出了一个小弹力球，脱离了危险。当时王妙才19岁的年纪，害怕田芒夫妻俩知道后责怪，就干脆一直没提这事儿。今天赶巧又发生类似的事情，他这才把往事和盘说了出来。听完王妙的叙述，田芒和张宝芳相互看了一眼，那意思是心照不宣。儿子田度记忆中的被保姆加害，估计就是这件事情。到了晚上，夫妻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，讲了讲白天发生的事儿。最后说：儿子，看来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还真不是做梦，不过你误会小王阿姨了，人家是救了你一命啊。田度听完之后，心里还是半信半疑，于是他用手机反复又看了几遍白天的监控画面，觉得王妙的表情动作似乎都很真诚。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最后田度终于想通了，相信王妙阿姨不是个坏人。也是，她没理由害我呀。时间一晃，一个学期又结束了。放了寒假，田度回到家，专门对着王妙深鞠一躬：王阿姨，我听爸妈说了，小时候我的喉咙被弹力球卡住了，是您救了我一命呢。谢谢您了。